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跟你说的频道，我是 Hugo。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同居这件事，我们请到了我的男朋友 Andy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对，已经不是什么特别来宾了。在不同性别的情侣之间，同居其实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男同志情侣的同居生活。前情提要，跟 Andy 目前应该已经同居了要2年半了。现在来聊聊看为什么我们想要同居好了。所以是我吗？你先开始。好，为什么要同居？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简单回答的问题，因为我从台北来到新加坡工作，既然他已经住在新加坡了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要一起住呢？所以你是说你想要省钱的意思？当然也很感谢他，因为上一集也说过，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，他帮我很多的忙。同居这件事上面，他也是付出了很多，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还在台北，没有来到新加坡，他那时候就帮我在新加坡看了很多的房子，各式各样的房子都看过。对我而言，同居其实是误打误撞的，并不是说我就是要跟我的男朋友同居，而是因为很实际的需求，因为我从台北搬到新加坡来工作，我一定要找一个地方住。说的很好听，但其实就是想要省钱。你那时候为什么会答应要跟我同居？其实我以前做模特儿的时候，都一直是自己住。你要来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也蛮好的，就是可以搬出来自己住啦。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目标。但是新加坡的年轻人其实很少人是搬出来住的。对啊，就可以住家里啊，为什么要跟别人住？所以我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我只是想要搬出来，跟他没什么关系。那不重要吗？是怎么跟你爸妈讲的？其实不太记得，我只记得我跟我妈聊说，我想要搬出去住。搬出去啊！再来，这可以进去啊！我不要。那你那时候是怎么跟你爸妈讲说要搬出来住的？我只记得跟我妈说我想要搬出去住，然后她就跟我说去哪里住，跟谁。那她当然知道你是谁啊，我就跟她说是跟你一起住。对我来说，当我跟我爸妈讲的时候，因为其实他就是来台北的时候都是住我家，然后每一次都可能住到最长都有1个月吧。年轻的时候，我的工作需要到美国出差1个礼拜，所以他就一个人在我家待了1个礼拜。我的爸妈其实都蛮认识他，也了解他的。当然，因为我是因为要出国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我跟我爸妈说我要搬出来新加坡住的时候，他们就了解说这是因为这整套的理由，所以没有特别的解释说因为我要跟我的男朋友搬出来一起同居。我从来没有跟男朋友同居过，你也没有跟任何男朋友同居过，对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的同居是一个全新的体验。是的。一开始你知道这件事要发生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当下的心情很复杂，跟男朋友同居这件事情，是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些幻想。所以一开始当然感觉是好的。我那时候的心情其实是很开心。第一个是因为 Andy 帮我们找到一个很棒的社区，那时候其实都没有来看，然后我们就透过照片，他就是每天发我那些照片，说我今天看了这个，然后最后我们就说好，我们就决定要住在这个社区了。这社区的照片真的是非常美，就是它户外的公共设施啊、环境啊、泳池什么都很美，所以我就一直很期待说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有一个完全自己规划的家。我是一个有点美感洁癖的人，就是我很希望我住的环境都可以是一个好看的东西。那你记得当时我们第一次去 IKEA， 感觉就是我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对，就是全部都是自己把握住的。对啊。一开始我们在逛 IKEA 的时候，IKEA 没有自助，我们在逛那个家具店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点点发现小争执，就比如说我想要买这个，他想要买那个。其实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就发现同居其实是没有那么梦幻的，开始接受这个挑战。觉得我们同居之后，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同居的前1年很辛苦，因为我觉得新加坡跟台湾有文化上的差异，还有很多生活习惯的差异，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自由，比跟爸妈住更不自由。对，好，我要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实际，住过台北人都应该知道，台北很潮湿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生活习惯都是因应的很潮湿的气候而
衍生出来的。比如说厕所这件事，是在台北，如果洗完澡，厕所就会拿那个刮水的把地板上的水都刮干净。东西如果就是牵扯到水的，我们就会尽量先把它甩得很干，然后再放回去。但是新加坡的气候是属于干热型的，这边东西很快就干了。他们对于水这件事其实是完全不敏感的。洗完澡地板就是湿的，因为大概1个小时或2个小时，很快就全部。对啊，新加坡人你们会洗完澡之后然后刮水吗？开始同居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因为这种小事吵架，不是一些小事，这些小事真的是非常的具有伤害力。对，常常大家都说夫妻离婚都不是什么真的很大，都是一些小事累积而成的。同居这个过程中，因为有很多很多这些小小的事情，让我们可以学会彼此的沟通，跟要怎样去把彼此的生活习惯找出来，配合和包容。那你觉得呢？到现在为止，还是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吗？笑。你是下一题了吗？还没啊，因为我刚刚说了一个啊，你应该也说了一个你不习惯我的方式。哦，就是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家的习惯是礼拜1到礼拜6都是工作啊，通常都会等到礼拜天才把衣服洗了啊，然后打扫家里。但是你的习惯是2、3天就洗一次衣服，洗衣机满了就要洗，不是2、3天，不要把洗衣机塞到满。开始就会很多这方面的不一样跟摩擦，但现在比较好了啦，现在我们都很爱待在家里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要同居，要把家事的分配得很明白，不然会造成彼此的不爽。我可能比较小心眼，我会看不顺眼，然后我就去做。做了以后，我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？为什么我在做事的时候，他躺在床上，或者他在看手机、看影片？一开始我其实没有很敞开心就跟他讲，我就会自己做，然后生闷气。他很常生闷气，我以为我生闷气他会发现。但是他没有发现，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性格上啦，我是比较都很随和的一个人，所以我觉得做什么东西这件事情也不用分配到50-50，但是他是比较爱计较，对啊，我就是爱计较，所以划清那些责任归属，对我来说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争吵。所以你们这样看下来，我们就是很不一样的人，但是还是住在一起。对，最后我想要问你，你建议情侣同居吗？你先说。我觉得，如果你们真的要走长久的话，同居是一个很好的测验彼此的方式。如果你一直觉得说啊，我只是想跟他约会，然后享受约会的时光，我觉得那不足以测试这个人到底可不可以跟你走长远。同居是最简单的方式。当然，如果这人真的不适合你，你们可能一同居很快就分手。但是如果这个人真的可以跟你一起同居，然后遇到了困难又可以解决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走长长久久哦。我的想法比较不一样，我不太会建议就是情侣一开始在一起就同居。我们在一起10个月之后才同居，稳定了再同居，其实也不迟。所以你的意思是先不要同居，然后观察彼此。对，就算是同居，也可以有自己的空间跟自己的时间。同居的问题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喽。那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也正在决定说要不要同居还是不要同居，或者是你们已经正在同居了，遇到什么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话，欢迎留言在下面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对，或是我们可以再开下一集来一起解决我们大家的问题。OK， 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，记得按追踪、开小铃铛、分享给朋友，看10次，现在比较会讲了，拜拜，拜拜。